你会为了最好的朋友拼命吗？我想很多人的回答是不会。你可能会说，现实中什么样的友情会让人值得拼命呢？也正是如此，才让动漫里的友情让人觉得弥足珍贵。我最磕的就是蓝源友情，他俩共同遭遇的危机不计其数，说同生共死都不为过。盘点小兰和原子一起经历过的危险，如果我们能拥有这样的友情，那做梦都会笑醒吧。小兰和原子被暴风雪困在深山别墅，别墅发生命案，犯人手里有枪，小兰全程把原子护在身后。这里看小兰的表情，死死瞪着犯人，并且满脸不服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冲上去胖揍对方，而原子则是一脸害怕。小兰下意识的保护动作让当年小小的老子感动又羡慕。小兰和原子深夜在树林子里被人围攻，那人数不下100人，小兰再能打也干不过人海战术啊。原子看到小兰受伤，直接跪下开启召唤师技能，阿珍如同腋下吸血鬼，创飞无数人后从天而降。小兰和阿珍联手把坏人打得满天乱飞，原子被吓成表情包了都。小兰和原子被海盗控制，再不反抗他俩都得嘎这儿，于是俩人都把后背交给对方，为了活命放手一搏。小兰确实很能打，但当对方掏出手枪，小兰不敢动了。她确实能躲开子弹，但身后还有原子，她宁愿挡在原子身前，也不会躲开那枚子弹。小兰为救人意外坠楼，现在只有一只手抓着边缘，原子冲上来想拉小兰上来，可原子的力气根本不够用，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，还很有可能被下坠的力量拖下去，但他就是不松手，死也不松手，这是他唯一的朋友，就算是拼命也要救下的朋友。当柯南向神兵出场相救的时候，没有人比原子更开心。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友情？也许很多人会说，朋友嘛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互相陪伴就够了。可小兰和原子的友情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这样。危险来临的时候，小兰会下意识把原子护在身后，而原子也会在明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，依然死死抓住小兰的手。他们一个能打，一个胆小，一个总是冲在最前面，一个经常被吓成表情包。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两个人，把后背交给彼此，一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。也许在现实世界里，很少有人会为了朋友拼命，但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让这样的友情显得格外珍贵。如果有一天你在人生的某个瞬间跌落深渊，有一个人哪怕明知道自己拉不住你，也依然拼命抓着你的手，那他大概就是你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所以说，在名侦探柯南里，最让人羡慕的也许不是爱情，而是小兰和原子这种可以把命交给对方的友情。